据说很好看，主角陪你看。今天要陪大家看的主角是谁呢？当然是肖战，藏海大人，欢迎肖战。Hello， 大家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虽然大家对你非常熟悉了，而且对你这部剧也是特别的期待，现在也是追得非常的热。好，大家好，我是肖战，在《藏海传》中饰演藏海，是一个从小背负血海深仇，然后蛰伏10年，重返京城复仇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是的。其实虽然刚刚说起来只有这几句话，但是在《藏海传》当中，我们用40集去感受他一生的种种挑战、种种危机。要说到藏海的复仇之路，其实他的第一个危机可以说是一个生死危机。第一个危机，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认为是在断龙石的那一场戏。对，他死里逃生之后，然后让他意识到了他的这些对手们究竟有多么的可怕，让他也不会再轻敌，必须要提起12分的力气跟精神，然后去面对。其实那场戏我也印象特别深刻，尤其是你的眼神戏，我觉得非常的绝，因为前面是跟一个非常算亲人一样的伯伯一种生离死别，但是擦干眼泪，尤其是那个把脸上的血那么一擦，立刻就是要面对如此强大阴险的对手。那个地方我觉得眼神的转换真的是非常的有一种静水流深那种力量感，戏剧张力。谢谢。其实那个擦脸上血那个的一个设计，是当时跟导演在现场，我们觉得说他需要有一个东西来给他攒劲儿，就像古代的时候战士要上战场，他们会在脸上留下一些像图腾一样的一些痕迹，然后来为自己加油呐喊。所以我想说，那就用这些沾了不知道是谁的血，甚至是有可能是自己的，有可能是刚刚倒下的那个伯伯的血，所以就是把它涂在脸上，就像宣示着战争已经打响了。是的，而且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当中呢，也能够展现出藏海的非常不一样的两面。一方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重情重义的人，但同时呢，他的处境、他的复仇之路又不允许他有那么多的感情的外露，要把这些感情转化为他的力量，一个复仇的力量，是吧？要把自己给藏起来。藏起来，对。那我们要说到曹静贤，其实是另外一个他非常难对付的一个对手。那么面对他的招揽和针对的时候，这个时候藏海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觉得藏海他知道曹静贤跟庄如影其实不太一样，庄如影是武将，那曹静贤是掌管，可以说是掌管内院吧，所以更加的阴险狠毒，然后这个人不会像平津侯这么的外露，所以他的缺点更加的难找，而他要做的就是想让他们两个人为了自己而争斗起来，两虎相争，然后自己在旁边隔岸观火。其实这个展现了藏海的谋略，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能这样想去帮他实施出来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藏海不仅有谋略，同时他的行动力也是很强的。是，所以我经常说，我说藏海其实是一个赌徒，他很多时候其实是在赌，用自己的命去赌，这样的人真的是现实里面遇见还是挺可怕的。你自己都觉得这个藏海还是挺可怕的，是吧？是。用可怕这个词，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其实他的复仇能量是很足的，他的战力是很高的、很足的。哎呀，刚才一直说复仇，我们说点轻松的话题。我看到剧当中，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藏海会回忆说，他最喜欢就是和爸爸一起吃烤鸭，这是一个美食。那在枕楼里面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种各样的人，然后他们在里面交流着各自的情报，所以才会有八公子说书的这样的一个桥段嘛。是，对，所以我觉得枕楼也为藏海提供了很多有效可靠的信息。而且枕楼也有暗中保护他的人。是。据说很好看，遇见主角。今天我们要遇见的
当然是《藏海大人》《藏海传》的主角肖战。很多朋友相信，在我们的节目中看到肖战，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藏海传》这部剧呢，大家已经期待了很久，现在也正在我们央视热播，而且是既叫好又叫座的大剧好剧。要说到《藏海传》，其实我们很多的观众在追剧的时候，也有一个小小的问号，我们就代表追剧观众把这个问号呢提给肖战，把这个问题提给肖战，就是《藏海传》这个作品为什么吸引到你和他相遇？你觉得藏海身上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是被紧凑和紧张的这个情节所吸引，然后看到中后期的时候，我发现藏海他身上有很多人性的弱点，他并不是一个一心只想复仇的一个工具，让我看到了这个角色身上的复杂性，所以我当时就说，那很吸引我，我可以试一试。对，其实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看到藏海，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战力满满的，他其实也有一个很长的自己内心纠结、自己内心和感情和理性去交战的一个过程哈。那你觉得，如果说他身上有各种不同的特质，你觉得他最打动你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呢？最打动我的一个特质，我觉得是不会动摇吧。我觉得哪怕是到后期，他面对一些情感的一些拉扯，然后跟各方势力对他的恐吓威胁也好，他依旧清楚自己要干什么，然后要拿到鬼玺，然后拯救天下苍生。其实《藏海传》是40集啊，它的这个剧集的含占量特别特别的高，你的戏份也特别特别足，而且我也知道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你特别的努力认真，一丝不苟。那么现在我们的剧集已经在央视和平台播出了，观众也追剧追得非常的，你都提前给自己去做了一个预设，以建立这样的信念感，我都忍不住要鼓掌了。因为你知道吗？我看你的那场戏，就是当你在那个甬道往前走的时候，我觉得似乎是藏海一个重生之路，就是他似乎人生被刷新了。对，我觉得他的复仇之路，其实在那一刻才刚刚启动，真正启程了。对，启动了。要说到在剧中啊，藏海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细节都是特别特别的打动人，或者说是让观众眼前一亮的。刚才也说到了创作的时候，其实你是花了很多的心思。那现在在播出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细节，或者说哪些设计，你也是特别希望观众能看到的？如果说到设计的话，确实是在跟平津侯相处的过程当中做了一个眼神的小变化。比如一开始，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我跟平津侯在一开始相处的时候，我是不敢看他的眼睛的。对，我一直都是低头，他说什么我听着，然后我就答应着，就感觉像一个很顺从的小绵羊一样。再到后面逐步的取得他的信任之后，开始直视他的眼睛，然后到最后怒视他的眼睛。因为我觉得眼睛是很难说谎的一个东西。对，它会透露出很多东西。我不想在前期的时候让自己在平津侯身上暴露太多，所以做了这样的一个变化。一个好演员，他的演技其实是特别有张力的，有时候并不是情绪大爆发的戏，反而可能是一些非常非常隐忍的戏，是特别考验演员的功力的。刚才你说到这个眼神，就是我记得一开始你和平津侯特别近的距离，在车上有一段对手戏，对吧？是那个时候其实你觉得自己都是生死未卜的。对，那个时候的那个眼神其实是特别收着的。对，那个时候一开始是要非常，我记得那场戏一开始是要非常的收着，然后到后面我要坚定的告诉他，就是我就是你的人选的时候，我要非常坚定的，然后看着他的双眼，然后我要感觉是要看穿他的内心的感觉。所以其实当下那种感觉确实是还挺难去拿捏的。那个心理状态是不是有一点从一开始还不太确定，但后来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的信心，后面有一点就是置死地而后生，就是破釜沉舟，我就此一搏的那种感觉。对，没错。所以是不是平津侯当时他也被你
被你震慑到了，有一点。我认为是有的，所以他才会相信我嘛。对，后来刀下留人。对，只要是和肖战合作过的导演、制片人，都会对肖战有一个评价，就是特别的认真，特别的敬业，特别的一丝不苟，演技特别的好。那么在这部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就是自己付出最多时间去准备的是哪个部分？我觉得是台词啊，对。这是我第一部同期声的古装戏。同期声，很多大段的台词，而且那个情绪有很多的变化，很复杂。是，都是同期声，然后，而且它里面的一些台词非常的拗口。对。然后我还想，在说的同时，也想让观众明白我到底在说什么。是的。对，所以就是在准备的时候，跟台词老师，就是把所有的台词一遍一遍的捋，一遍一遍的练习，然后反复的练习。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场戏，那个台词我觉得就难度非常高，就是在那个断龙石那边，因为是一个很空旷、是巨大的一个场地，然后又是同期声，然后那个情绪的变化又特别大。对，而且他的情绪其实是有几番不停的在变化，然后被质疑，然后到他想通过自己发疯的一个状态来唬住下面的人，然后再到后面的一个悲愤，所以。确实，现在回想确实是挺难的。而且我们看那个剧的时候，我们觉得藏海大人太厉害了，保全自己的同时，还把杨真换进去了。对，换进去了。所以当时他的这种心理变化，其实层次是非常的多。那一段算是重场戏。算是。你为那段重场戏准备了多长时间？哇，我从进组的时候我就问导演，我说什么时候拍那场戏，你得提前跟我说呀。我说我得提前准备。所以其实在拍的时候，词已经全部背得滚瓜烂熟了，当时。所以要做的其实是要去找那种人物的状态，以及我刚刚真的经历了一场生死的一场大逃难。对。然后我存活了下来，我带着其余所有人的重托跟希望，然后我走了出来，然后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我要活下来，就是我要如何让观众来体会到人物当下的这种悲愤。是的，我们看到你走出去的时候，看着你面对那些群臣的时候，我们想起当时你爸爸倒下之前对你说的，说你一定要活下来，那是你巨大的一个信念感。是。最近呢，有很多的媒体在采访郑晓龙导演的时候，导演都说到，觉得你的演技精湛，而且他真的很想二搭。那么你跟郑晓龙导演合作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我觉得晓龙导演是一位非常专业，然后非常有经验的导演。然后我跟我周围的朋友，然后我经常会说，我说晓龙导演其实是很准，然后很狠。他的眼睛，他可以看监视器，他1秒他就能看出这场戏的问题在哪儿，然后这个表演的问题在哪儿，然后迅速的给出解决方案，然后去调整。那你自己有没有哪些部分是在这部剧当中被郑晓龙导演和他的团队挖掘出来的？你觉得发现一些新的？我觉得有一场戏是我去跟杨真吃饭的那场戏，就杨真生日然后宴请。那场戏最开始的时候，剧本描写的是藏海是那种特别高冷，就是生人勿近，不与你们同流合污。对，谁说什么话我都不理。然后小龙导演看了，然后我们拍了一条之后，小龙导演就觉得说不对，他说这个状态完全不对，他说你不可能，他说你现在就立马就想一想，你是一个刚进公司的一个新人，你敢跟你的领导这么说话吗？你敢这样对他们吗？然后我想说行，他说你换一种方式，我说好，我说给我一点时间，然后立马调整，然后调整之后再来了一条，小龙导演就觉得 OK。而且我们看了那场戏以后，我们觉得藏海不仅仅是一个很智慧的人，其实他的情商也特别的高，反而觉得是非常合理的，是一个很会变通的人，很变通的人。对，而且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就是藏海的成长，因为那个时候毕竟他确实就是一个职场新人嘛，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底气说去，也没有那么多的手段，对，没有那么多的手段，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是的，其实肖战有很多担纲主角的热播剧在我们央视
热播，也成为经典。同时，他的很多角色也非常的深入人心。我看了你的很多剧之后，我也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似乎每一部新的剧，每一个角色，你都会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谢谢。所以今天当《藏海传》在我们央视热播的时候，当很多的观众又通过《藏海传》去认识一个更好的肖战的时候，你自己回望这段旅程，你觉得你有哪些收获？我觉得首先是换了一种表演方式。我觉得很多时候都在做减法，然后跟收着演，以及是在把自己给藏起来。用导演的话来说，就是你要藏，把自己给藏起来，然后让大家相信你。我觉得这是一种以前没有尝试过的一种方式吧。然后还有就是台词，我认为是有进步的。对。哇，不仅仅是进步，是非常非常的绝。谢谢。因为上一次其实肖战来我们剧中很好看是《梦中那片海》啊，那我觉得上一次的表演其实你是比较放的，对吧？对，演一个北京人嘛。北京人对吧？然后我记得当时他的台词特别多，有时候你要变成一个很善于社交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跟你自己还有一点点出入的，对吧？有点出入。那这一次呢，又是要收着演，所以我觉得通过2次在剧中很好看和肖战的交流，我们可以感受到肖战的演技可以做到收放自如。请给我打一个大字。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我觉得影视作品的魅力就在于，其实它可以提供很多的可能性，它非常的多元，它也因为那些更多的可能性而使我们觉得它的魅力永存。那么如果藏海的人生里有如果他的人生不那么惨，他没有一个要复仇的故事，你觉得《藏海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藏海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他会成为一名非常非常厉害的建筑师。他其实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对吧？相当的有天赋。但是当建筑碰到了他的复仇的时候，他是不是有点两难？其实也没有，我觉得他把2个结合得很好，是吧？用自己的专业去复仇。对，其实，在《藏海传》热播的时候，我相信观众呢，其实对这部剧呢有很多自己的期待，也有很多自己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和我们来讨论。最后呢，我们希望肖战用几个关键词来为我们全国正在追剧的观众来推荐一下《藏海传》。关键词：惊心动魄，欲罢不能。一定要看。哇，据说很好看，真的很好看，确实是欲罢不能啊！今天的访谈也是欲罢不能，但是时间有限，我们希望下一次可以继续在据说很好看的遇见主角，遇见肖战，遇见更好的肖战，遇见肖战下一个经典角色。谢谢。